欢迎收看关键时刻。当委内瑞拉被端掉了之后，伊朗人太有感了，他们不仅上街去抗议之外，现在已经进入到疯狂的阶段。你看到他们在公车上面，他们在汽车上面，竟然贴了这一张的标语。这张标语上面写了什么？他说：“川普，伊朗在等你。”他们多么希望川普能够解放这个地方，让他们重回富裕、重回自由的感觉。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川普这次把委内瑞拉给处理掉，完全不是终点，而是开始，因为他从头到尾都把委内瑞拉当成他的试刀，甚至所谓的试金石。我们都知道，委内瑞拉是一个邪恶轴心的大集合体，包括中国跟俄罗斯的武器装备、雷达给了他。你看到了古巴把他的医疗、把他的佣兵、保镖、情报送给他，然后伊朗的无人机也完全的给了委内瑞拉。但是我们怎么也没办法想到的是，就短短的140分钟，美国就把这个邪恶轴心最精华部分直接给端掉了。这代表一件事情，川普认为，既然你最精华部分我都能够端掉，那你其他的邪恶轴心有什么难的？这也难怪。你看到 CNN 今天这个标题讲得非常明白，在委内瑞拉处理完之后，接下来就是你伊朗了。伊朗被复制委内瑞拉的剧本，3重危机夹击。坦白讲，这句话非常可怕。难道哈米尼也要被斩首了吗？所以石头，今天川普这个人更狠了。对，今天这一张照片，所有人都在讨论 No Game FAFO 讲的是什么？游戏结束，别自讨苦吃。他要讲是什么？他跟邪恶轴心国讲。你们不要再闹喽，我会出手的哦。没错，实际上今天川普呢在网络上面 po 了这个照片。这个照片来说的话，你看 No Games FAFO，No Games 就是说你不要给我玩花样了哈，不要自讨苦吃，就是说你如果敢怎样的话，你休蛋你我就来。好，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他 po 了这个照片，这照片来说，当然告诉你什么？所有我的敌人，你不要跟我玩游戏。那尤其是川普之前不是发了一个他在出搜寻上面来说，他说。我们美军已经这个子弹上膛了。他警告说，伊朗你不准对人民开火，如果你对人民开火，美军就会采取行动。那照美军有没有采取行动？有啊，现在整个中东是战云密布啊，美国的很多军机什么都已经抵达了，所以现在就等着什么？等着老美说，这个川普说行动，那就搞不好这个行动就会展开了哈。那为什么要这样行动呢？我们讲上CNN说的非常清楚，CNN说什么呢？他说伊朗在复制委内瑞拉的剧本。所以3重危机的夹击，所以目前为止来说，哈米尼搞不好他要流亡海外啊，这有可能会是这样子啊。但是我觉得，因为哈米尼年纪太大，所以搞不好不排除被斩首。所以现在他的你说过去是留活口，现在是直接给你处理掉，不排除就直接斩首掉。好，那我就讲嘛，这个当然对普丁跟习近平来说的话是非常大的这个压力。好，那我知道，我跟你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为什么他说会复制委内瑞拉剧本呢？我们是不是讲过？委内瑞拉的石油蕴藏量是世界第一，对不对？世界第一是3000亿桶左右。那你知道伊朗呢？伊朗它是石油世界第4，所以它也有1500亿桶啊。所以也就是说，你看这一次呢，这个川普都在端掉那些产油的国家。好，那你想说，那川普到底有没有办法取得民意？我们看到他入侵委内瑞拉之后，委内瑞拉人民不是很开心吗？现在伊朗人民也在等待着这个川普来啊，他们把他认为是王者之师啊。你看。有一个影片是什么？在伊朗的这个内部哦，你看抗议公民在什么公车啦，还有这个汽车的这个一些公共场合张贴标语，说什么？你看川普，这不是川普吗？我们等着你啦，伊朗在等你啊！川普，我们伊朗人在等你啊！对啊，好，那你看还有人 po 这个，你看。我会把整座城市的这个街道都命名为你的名字。如果你来救我们，川普大道，对，川普大道都有了，你赶快来吧，进来哈！所以现在已经有这个伊朗南部这个阿普达兰市了，已经被人民攻占了他的城市了，而且控制了部分的这个街道，还有控制了当地的这个政府。那甚至远景呢？当地远景哦，已经在这个屋顶上面，我支持你们不要抓我们远景啊！我们远景这么多人都已经把这座城市用人民的力量攻了下来，是，结果连警察都你看，对，拍手叫好，警察支持他们。现在等什么？等他们的这个革命卫队，伊朗革命卫队，还有圣城旅。如果这些军队如果真的倒向的时候，我跟他讲。你哈米尼就垮了，所以现在等于是美军在外面，那伊朗内部现在的局势非常不稳定。照我们现在看这个影片，这影片是什么呢？这是在去年的6月10号，对，这个川普呢，他就去视察北卡罗来纳州的布拉格堡他们的基地。那基地的时候，他就看什么？第160特种作战航空队啊。那我们就讲这一次不是降落了，也是他们吗？就是他们。对，然后他用这个
这个奇努克直升机在空中演练，说降在一个建筑物上面的屋顶，你看他们就在这边，然后直升机突入了之后，你看这川普在这边看了，他全程目击哦好，然后呢有地面的火力支援之后，他们就看他们垂降在一个建筑物上面，然后进行攻坚，你看川普一直在看的一个状况，然后你看这整个画面来说话，然后这里面来说，这个垂降不就是在委内瑞拉干的那个垂降吗？然后他们这些垂降部队就是三角洲部队啊，三角洲部队，这一次谁去？三角洲部队啊，所以我才说这是完全一模一样。好，那当初我们这个去年6月的时候看这个影片说啊，他们不过是一般的演练，但是我们仔细给大家看，好，这是他们当时演练的建筑物哦，哈，他们的这个所谓 Delta 部队，然后这个直升机下来之后，他们在这边落地，对不对？那这样哈，我们来看哦，这个建筑物，好，我们来对比委内瑞拉的这个关花宫来看，你看这是不是很像？对，尤其是这个面向。它这上面是不是一个平台？对，这是不是就是个平台？对，那这是一个平行的建筑，是不是就是这个平行建筑物？我真的相信他们真的打造一个1比1的那种，所以他们其实就是很类似这样一个建筑。所以我跟你讲，这搞不好就是当时已经在模拟的那个状况嘛，哈。所以照我跟你讲，美国都已经做了非常完整的准备。我就说2个国家最倒霉，一个是俄罗斯。那俄罗斯过去10年推给这个中国以这个所谓委内瑞拉非常多，包括2013的交付的萨姆300的防空系统，很多这一次可能都完全被摧毁，或者说它可以交到。然后2025年这个交付了未知数量的铠甲，还有3毛举的 M2。现在这些系统呢，都掉在这个委内瑞拉的国内，那美军进去来说，当然把它全部囊括在内。那对俄罗斯来说，它不可能收回啦，所以等于是俄罗斯这一次的很多武器呢，都完全被美国清剿，而且美国都完全知道你未来这些武器能够干什么。所以这一次来说的话，对于这个俄罗斯来说，当然是伤害非常非常大。好，那我们讲这一次我们来看哦。这一次这个所谓我们就说，不是有这个中国、俄罗斯的这个防空的这个雷达吗？对，为什么完全没有效？现在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了，他说这次主要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知道美军有所谓 EA-18G 的这个咆哮者的这个战机嘛，它最主要是做这个所谓的空中的干扰。他就说什么美军的咆哮者的这个战机协助这个擒获马杜洛，彰显电子战的这个威力。难怪进去的时候都没有人挡得住，咆哮者直接把他打瞎了。对，如入无人之境的一个状况。所以等于是说，你看这个是从这个美国的这个 F-18A 的这个大黄蜂号改装而来的话，它就做了非常多各式各样的这个所谓电站设备在这边，然后还有简单的飞弹，这个飞弹是反辐射飞弹。什么叫反辐射飞弹？就是我侦测到你的时候呢，如果你这个雷达打开的时候，我就可以发这个飞弹去打你的这个雷达，把你雷达打瞎。所以等于它的配备就是这样一个配备。好，那我们跟他讲这个配备里面来说的话，那到底这一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现在有这个中国记者就开始出来了。他说了，你看央视记者，他说什么？在这里，手机导航不仅无法定位，甚至出现极其诡异的现象，明明显示却无法获取坐标。然后，但是你看信号有信号哦，但是这个讯号强度却比正常还要更强。所以它根本不是把你的讯号直接去搞弱，是它会让你觉得有啊，但是那个讯号是什么？是错的。它会这样的断断续续，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其实当地民众就已经觉得，我这2-3个礼拜，譬如说我举个很简单，他们都已经觉得 GPS 这个我导航都很奇怪。譬如说好，我要从这个北侧开到板桥，就我居然就从北侧我要开到板桥，居然开到内湖去了。那很多这种当地的这个外送员什么都是奇怪，那我明明跟你约在这个地方，导航完全导的不对，明明有讯号，但是就完全不对。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样，他就是用这样干扰你。所以我跟你讲，这个 EA-18G 呢，不只是说我可以让你完全瞎眼，我可以干扰你，我可以譬如说你的雷达在扫的时候呢，可能只有1台飞机，对，大家可以同时让你在你的雷达上面看到50-60台飞机，哇塞，那你也不知道要打谁啊，对，所以等于是用这样的方式完全干扰你的这个状况。所以目前为止，我跟你讲，美军这个 EA-18G 呢是美国的传家之宝。他也不随便卖给人家了。所以松哥这样完全看懂一件事情，为什么刚刚有6月份去演练这个事情，加上咆哮者这个事情，对，他完完全全真的是把中国还有俄国式的武器，我就拿来试，对，试完之后 ，OK， 我处理完了，我懂了，我都能够打的。对，所以美军都已经有进行过完整的演练。我们之前不是说吗？他们的参谋联席会主席凯恩不是说，他们已经这几个月都是一直练，不断的练。好，你就知道说美军在这件事情来说是非常盯紧在做的。好，那我跟他讲，事实上我们刚才一开始不是说吗？连 CNN 都说这个伊朗在复制委内瑞拉的这个状况，因为他所谓的委内瑞拉
伊朗的三重危机是这样。经济已经崩盘了，对，我们不是说到吗？伊朗的货币已经没有人要了嘛，对，大家去买一个 iPhone、买一个三星手机都要拿一麻袋的钱去，好，那政权的合法性已经丧失，大家已经完全不理哈米尼呢，利息瞎朗，然后还有来自外面美国跟以色列的军事威胁嘛，所以你看，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啊，就是哈米尼已经随时有倒台的危机。那我跟他讲。因为呢，马杜洛他年轻嘛，63岁嘛，那这个哈米尼他已经86岁，爷爷了。对，那我跟他讲，现在美军的担心是什么？你看到马杜洛，我把他抓进来，你看马杜洛能够走啊，我一路让他舟车劳顿从这个委内瑞拉到美国来，心配合啊。但是你说真的，哈米尼，我真的抓了他。他搞不好挂了是怎么样啊？所以美军搞不好不排除就把他直接斩首。所以现在哈米尼其实他的处境呢，我觉得或许比这个马杜洛更加危险。好，那我跟他讲。现在我就是说，这个已经要打伊朗了。我跟他讲，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的讯号，赵总你知道吗？1月6号的时候，这个伊朗的民众在天空中看到什么？他们看到一排的亮点。对，一排亮点。赵总你知道那一排的亮点是什么吗？一排亮点，那就是我们看这个画面，一排亮点是什么？就是星链计划。马斯克的星链，星链已经来到这个地方。那星链来到这个地方干什么？美军就来了。所以嘛，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等一下我要攻击你的时候，我会先把你的通讯全部炸烂。你看，这次委内瑞拉不是这样吗？对，我先炸烂你的时候，现在伊隆马斯克的星链在哪里？委内瑞拉到2月多的时候，免费让你使用。现在伊朗人就说，搞不好我们要重演委内瑞拉剧本啊！我们现在马上，这个被攻击完之后，搞不好星链就打开，我们就可以开始上网了。这是他们的网络讯号，你看这是没有讯号的，但这是时有时没有，然后这又是没有讯号，然后这个地方又是时有时没有。委内瑞拉前几个月那时候不是也说我的导航很烂吗？对，它不就一模一样吗？它现在就是这样，有断网的，然后有讯号不稳定的这个状况，就已经出现完全一模一样的局面。好，那我就想，除了这个之外来说，美军还有一个什么 P8A 的海神的这个飞机，它现在你看这也在这边飞，照你看它这边飞来飞去，这是伊朗就在这边，它在监控伊朗的这个状况，它已经连续4天在这边飞。那你就我就说要打委内瑞拉之前来说，也是有电侦机、无人机在那边不断的侦查嘛。他现在已经来这边侦查了。对，侦查我跟你讲，为什么要侦查？因为侦查之后看看你最新的这个状况，然后当然地面上已经有我的内应嘛，到时候就是地面上人打 pass。今天是个晴朗的天空，那搞不好美军就开始前进了，出来了，对，咻就炸了。我就说这不就是委内瑞拉剧本一模一样啊？那我们就讲，这现在伊朗人呢，民众他们都在等这个王者之师嘛。你看，很多伊朗的民众呢，他们很多街跳，那这是他贴的是什么？川普大道，对，你看 Donald Trump。川普街，好，那你看还有一个伊朗民众，呢，他在网络上就贴了一个纸条，他说什么和平象征，川普是和平象征，他说要求他帮忙，因为他说不要让他们杀了我们。你看，所以呢，这是伊朗民众然后还有伊朗民众在写抗议标语，川普和全世界都意识到我们正走向推翻这个政权的道路，代表你这个国家的公权力还有你的这个权威已经完全崩塌了。他们居然可以公开的这边讲说川普好棒棒。好，那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有一个1月5号的时候，美国参议员的格雷厄姆，他其实是共和党，跟川普非常好的然后他就去跟川普见面，跟川普见面之后，他就送给他一个帽子，照我们直接看这个帽子他是什么帽子 ？Make Iran Great Again， 让伊朗再度伟大。所以那你觉得你拿这个很奇怪然后川普还在上面签了名签了他的 Donald Trump 的这个名字。好，那我跟你讲，那不是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吗？他要干什么？他要让伊朗再度伟大，他怎么样让伊朗再度伟大？就是伊朗把它推翻掉嘛。好，那我跟大家讲，现在目前为止来说，第一个城市已经出现了，这个城市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伊朗的国土在这边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那这是波斯湾，那这下面是沙特阿拉伯，对，它靠近这个伊拉克这个地方的这个阿普达南市呢，现在已经完全沦陷了。因为你看，我们给大家看一下，红色的地方就是目前为止有在抗议或是示威的城市，对。但是现在第一个已经倒台了，就是阿普达南市，已经被攻城了。对，已经被攻城了。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看，抗议者冲进当地的警察局，还有占领了市政厅大街，对。然后该地区民众，但是这个地方主要是住库德人，所以等于是少数民族，他们现在已经攻占了这个城市。好，现在目前为止来说，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画面，这是晚上拍的，你看其实晚上怎么都是人对，他们晚上他们全程抗议，全部的民众都已经跑到这个阿尔达南市，完全的这个所有的民众都已经来了那你看，除了来，你看他们还有很多民众，他们甚至还有这个所谓的议员还有这个警察局，他们都在这边抗议，然后警察还在上面说，没有问题，我已经加入了你们的这个阵营里面的这个状况。好，
那我跟他讲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第一个，我就说。伊朗官方有没有想要压制？有，那伊朗官方什么？他就说，我们要补贴你们啦，你们不要出来抗议了啊，我们给你补贴大概$7左右的钱啊，就这样发一个小红包，一个人发台币225块，是没错，叫你不要吵，去买饭吃，是对，怎么够啊？对，但是照你看，他们每一个月，他们生活成本要$200，所以你要$7来说根本没办法，所以等于是这$7呢，我想你反而惹怒了大家，更怒，你把我当成什么？你把我当狗吗？就这样好，所以他们现在又怒了就出来，好，出来之后你看，尤其我们不是说过大巴扎，对，大巴扎来说，因为现在大巴扎都没开，所以一般民众也拿不到钱。那样大巴扎，你看大巴扎，他们就占领了大巴扎。这里民众想要进去大巴扎拿东西，然后他们就跟当地的这个安全部队人员就这个开始这个互相冲突。那甚至他们在大巴扎里面来说，就喊说哈米尼去死啦，哈米尼去死！你看他们现在居然敢这样子，甚至还烧了什么？还这个他们还烧国旗哦，烧国旗，然后还烧了这个苏雷曼尼的这个肖像。苏雷曼尼是谁？圣城旅之前的领导啊，我们不是说吗？他是被这个所谓哈米尼视为是民族英雄，就把他烧掉了。所以呢，事实上现在整个伊朗来说，已经完全都已经失控的一个局面，失控到什么程度呢？你看，现在目前为止来说话，你看这个是抗议者，抗议者他想什么？他向伊斯兰的城市的大楼去丢这个所谓火焰，丢火焰来说，就是表示他要冲进去。你看他们就不断的这样子，他是火烧议会，对，没错，开玩笑，这议会可以这样烧的。对，然后他们在下面点火什么？阻止，因为有一些安全部队会来，他们在前面点火，不让你靠近我们的一个状况。我照样烧，我照样丢。对，好，那甚至还有这个抗议者冲到这个贩卖店，他们都有这种宗教的贩卖店，然后把它抢劫一空的一个状况，然后甚至还有这个库姆来说的话，他们民众聚在一起。他说：“我们不要害怕，我们聚在一起。”为什么库姆很重要呢？你看什叶派最重要的城市是马斯哈德，对，那库姆也是。那什叶派，什叶派是现在伊朗最大的宗教团体，就最大的这个宗教派。也就是说，他们宗教的城市都已经要反了。什叶派不就是我们这个哈米尼的他们的这个大头吗？是他们的第2大圣城。对呀，跟梵蒂冈是一样 level 等级，然后这么多人都来这里了。对，而且他们要推翻你啊！所以你知道，事实上这就是完蛋了嘛！哈，那事实上目前为止，整个这个伊朗来说话，真的是完全停摆，因为街上很多民众来说的话就故意了，他就因为抗议者就堵住了这个街道，那他们就还利用这个所谓的这个车辆。堵住你军队要来，我就给你塞车，对，我就给你闹，反正我现在就闹，不合作运动。那甚至还有人就抢劫银行，对不对？事实上，在哈米尼的时代或者神学政权的时候，女生都没有自由嘛。对，他们现在女生，他们就出来了。他们说打倒革命卫队，然后打倒哈米尼，今年是血腥之年啊！今年是血腥之年。对，所以我就跟你讲，现在女生杀红眼了。对，所以我就跟你说，现在整个伊朗已经完全处在一个崩溃的这个状况，所以我才说，现在伊朗人是很期待川普啊，你这个上天啊，你赶快来救我们吧！你这个王者之师赶快降临到我们的伊朗来啊！国正，为什么伊朗人这么期待这件事情？跟说川普赶快过来救我们。你看，因为他们旁边的邻居哦，他一看不太对劲。2003年的时候，还记得美军去打伊拉克的时候多惨呐！这个巴格达整个都快毁了，整个跟废墟一样，甚至这种什么雕像啊，全部都被拉掉。结果没想到，2025年的今天，巴格达这也变太漂亮了吧？你知道食物放久会怎样？会长出霉菌。那石油放久会怎样？长出霉菌。霉菌来了之后，美元就来了。美元来了就会发大财。所以我们来看那个影片，就有非洲的酋长跑去跟美国人求救，说我们的部落被人家蹂躏啊，军阀蹂躏我们的小孩，我们的女人被强暴，希望美国来救我们。那美国人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神会保佑你呀，愿天相助你呀。结果这2个人不耐烦，就跟他说，希望你来救我。他还是说美军很分散，没有办法救你。结果他就跟他说，我们有石油，你有石油，马上拿起电话，精英行动启动，美元就来了。1秒间，美军就出现在天空。接个旁边那个，他真的马上电话就接起来。精英行动，据这个叫美军行动嘛，美军马上出现了。结果旁边那个马上跟他说，我有天然气。然后当然一样嘛，然后他马上握手跟欢迎来到民主，所以最重要嘛。有了石油就有美军，有了美军就有民主嘛。那我们来看巴格达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我们想到伊拉克，就你说了嘛，炸成石器时代，什么都没有了，超惨的，跟今天的加沙走廊一模一样。可是你现在看的街景跟天际线，高楼大厦一大堆，现代化的场景、市场，甚至马路上到处都是。好，这是当年炸的状况，现在是
你现在走到巴格达，你还以为这是巴格达吗？而且，你看还放烟火，还可以过节哦，过节是很重要的事情哦。欢迎来到民主，你可以过节，然后还有喷泉嘛，过得多好啊。然后车上的车子，你看有很多奔驰跟路虎，现在你看巴格达的街头有如豪车展，然后你看到当地人每天过得很快乐，商店很多，非常繁荣的景象。而且甚至我们看5星级的饭店，还到6200多块，你可以订到5星级的饭店，代表什么？国际观光客会进去，很多人愿意进去投资。所以今年以来，就过去1年以来，你知道全世界最繁荣的城市是哪一个城市吗？成长最快的城市，这是经济学人统计的。过去1年最让你惊讶、成长最快的城市，竟然是巴格达，就是巴格达。对，经济学人去看的时候，发现电锯声响彻整个城市，因为都在做施工，都在投资，然后还有奶酪店正在开，代表消费非常好，吸引外国人进来。然后经济学人看到了场景，你看很多大楼正在盖，所以为什么最靠近巴格达的地方，一开始伊朗人马上就动了？对，因为他们看到巴格达人过什么生活，伊朗人看了会什么心情，伊朗人会怎么想？那我们来讲说巴格达、伊拉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其实长出美军之后，接下来石油公司就进来，英国石油，再来是雪佛龙。你有没有觉得很熟？委内瑞拉马上就迎接雪佛龙了，在艾克森美孚进来了，石油7姐妹就进来，进来之后，石油产量在20那时候很少的时候，开始到了。过了战后之后，就开始成长到190万。2003年是最惨的时候，对，没错的时候，结果没想到一路成长到478万桶，然后发现很多不用挖这么快，因为够有钱嘛，就维持在450万桶。够了，很赚钱。你来看 GDP 的数字，这是海山的时代，你看多惨，在这里一度只剩下200亿美金，全整个国家才产200亿美金。接下美军来了，我就说嘛，长出美军，接下来美商就来，接着就发大财，美元就来了，就一路成长到现在2500亿，成长1200%，就是12倍。所以他们就还发现一件事情，为什么那个非洲酋长会美国人跟他说欢迎来到民主？民主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没有贪污。高官的小孩就不会跑到澳洲去撞到人，开库里兰撞到人，然后就会把钱投到那边。4个全新的医院，还有韩国人去盖第1个癌症重症医院，然后学校重新盖了1700个学校，还有国际的英语学校，再来盖了20座桥梁，因为炸了非常惨，所以你会看到到处都在盖桥梁，所以就能够开跑车。整个伊拉克完全就变成不一样了。对，所以为什么长出美军就会长出美元，然后就会发大财，然后甚至连民兵组织都改变了。刚才讲说，他受伊朗影响很大嘛，所以还有什叶派的真主党的民兵是从伊朗训练的。这些人看到川普一上任之后就吓到了，他们就担心说，川普会不会轰炸他？甚至美国官员还示意跟他说，其实川普会把你们当成目标。这些被伊朗支持的民兵组织都跑去跟伊朗的政府说，伊拉克政府说我们要解除武装，然后不要跟川普政府啊。然后接下来他们想做什么？我们解除武装之后，我们要开始搞经济跟搞投资，然后远离暴力。所以很多民兵组织，你知道吗？本来拿枪戴着面罩嘛，然后到处恐怖分子对变成说我要开公司，我要开公司跟竞标合作。所以为什么去年6月的时候，不是伊拉克跟以色列跟伊朗不是打成一团吗？结果为什么民兵组织没有去打他们？因为我们吃太饱了，我们太忙了，因为都忙着在赚钱。我之前如果是恐怖分子，我每天都在跑，我每天都住的那么烂，吃也没办法吃的那么饱。我现在他现在是干嘛？他是标的是政府的合约，对，我做政府的生意。我多有钱，我住的是豪宅呢。如果继续这样的话，下一步就会被川普轰炸了。下一个对付的目标就是他们嘛。结果他们现在宁可怎么样？我们来看去年圣诞节的时候，他们过得快乐啊！你很难想象，这是信奉穆斯林伊斯兰教的所谓的伊朗民兵。到处以前是拿着枪的民兵，现在竟然扮演属于圣诞老公公都出现了，所以脱下了面罩，放下了机枪，放下了这些自动步枪，结果开始过起了快乐的圣诞节。那我们在衡量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时候，银行卡是很重要，还有支付系统很重要。这代表什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始有钱在存钱了。所以5年前的时候，伊拉克其实没有银行卡因为大家还没钱。到现在，银行卡已经变成到处都有，甚至连电子支付都有。这代表怎样？口袋里面有钱，你有钱存在银行，所以有银行卡的国家是很重要的。甚至你在路边看这是20年来从来没有这么平静的生活，没有在飞弹在轰炸，到处街头都有人在消费，甚至连 Uber 都出现了，
在街头这边摆摊，旁边还有 Uber Eats 来送餐这。代表什么？他们有完整的电商跟支付系统，完全跟你想象和伊拉克不一样了。那你想到伊拉克，还会想到海山军事强人跟独裁者嘛？对。现在他们的总统叫苏达尼，那他现在的外号叫什么？叫公投总统。公投总统是什么？他到处打电话去说，你工地现在没有跟我主持施工，你还会去突击检查，说工地突击检查，说你们有没有好好的做好工地，所以。以前叫军事强龙拿着枪，现在是变成公投总统，到处去检查工地，甚至一个案子要1-2年才能完成，现在一次就可以完成施工了。那这么好的效率之下，美国跟日本跟欧盟的资金就愿意进来嘛，所以美元跟钱就来了。所以你看海关的数字就可以看出来，2023年的时候海关收入才9000迪纳尔，现在已经到3兆，成长3倍，代表什么？很多货物就会一直进来，甚至护照办得非常的快。他们现在标榜护照45分钟就可以办好，代表大量的人要进来，大量的人要出口、要出国。伊拉克变得更加繁荣。那我们来比实际数字，就可以看得出来，为什么伊朗人会这么恨这件事情，为什么会上街头？它的经济成长率0.6%，伊拉克经济成长率4.1到5.3，在中东国家名列前茅，变成是波斯湾的很大的中前段班的强国。接下来通膨42%，代表你一觉醒来，所有东西都要涨50%，多痛苦啊！非常的和缓，甚至通缩，东西还变得便宜。然后再来经济前景面临衰退跟挑战，人家是温和跟复苏，所以拥抱美元美军之后，代表是和平跟繁荣。那我拥抱人民币。被空袭，还有苦难，还有贫穷，你会选择哪一个？体会这样看起来，伊朗真的是要第二个。我刚刚一直讲哦，委内瑞拉对于美军来说根本就是个试刀，我试完之后 OK 了，我可以处理了。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了美军已经往中东这个地方过来这边动了，以色列这个地方好像也 stand by 好，他真的要进去把它端掉了吗？我问你哦，过年的时候你在哪里？新年的时候你在哪里？我在家里啊。你在家里，但是你知道以色列的纳塔雅胡在哪里吗？他在哪里？在海湖庄园，在跟川普进行跨年晚会。你知道吗？他在海湖庄园总共待了几天吗？他从26号开始待到31号。对，一个总理可以跑到川普的一个家里面去待了5-6天。对，你觉得他在谈什么事情？谈那个马杜罗的事情吗？不可能，不可能嘛！你知道吗？今年来讲的话，也就是去年来讲的话，纳塔雅胡跟川普总共见过5次面。对，但是每一次见面的时候都出大事。对，那这时候如果他在跟川普在家里可以深谈那么久的时间，你知道川普旁边坐谁吗？坐战争部长海格塞斯啊。对，然后他们所有的他在这边，对，然后所以相关主管的战争事务的都在现场啊。这代表说一件什么事情？准备对伊朗动手了。所以川普为什么今天来讲的话，终于露出口风出来了，说准备要处理伊朗了。那再加上伊朗内部来讲的话，已经有147个城市，174个城市全部都在闹所谓的政变的概念了。也就是说，希望能够政府下台了。对。所以如果伊朗一断，请问叙利亚断了，伊朗一断了，黎巴嫩真主党断了，还有也门的胡塞组织断了。请问你中国怎么办？所有中国，你知道中国现在所有的邮轮啊，国家所有邮轮基本上有1半的邮轮都要经过波斯湾这个地方。对，那你波斯湾这地方，如果伊朗被端掉了，已经变成一个亲美政权的话，那你觉得随时随地就把你中国的卡脖子卡掉，已经不是到马六甲困境的概念了。真的没有油了，什么油都没有油了，那你委内瑞拉这边也没有油了，那你到处都没有油了，你中国怎么生产？你习近平怎么搞？对，所以你今天来讲的话，你要看清楚，川普在布一个局啊。这个局来讲的话，你看到就职不到一年了，下礼拜才是他川普就职1年了，他已经搞得全世界已经非常天翻地覆了。对，天翻地覆了。那你本来以往来讲，大家认为说几10年来无法处理的伊朗问题了，现在有可能就在川普的眼下直接就处理掉了。所以我们现在整个国际局势开始会做一个大翻转。什么翻转？如果是伊朗被端掉了，那现在只剩下中俄这2国的这个两开的话，你觉得普丁会怎么跑？我赶快往美国跑啊！普丁赶快会出卖习近平的，我告诉你，真的假的啦？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这其实中共内部也曾经研究过，因为他说现在的普丁跟以前的共产党的这个俄罗斯这个苏联是完全不一样的。他随时随地一翻过去就可以跟美国来进行拥抱了。所以什么意思呢？
中国到最后可能只剩下全天下为中的这个概念，而川普一只脚把它剁掉之后，习近平真的就变成孤家寡人。宇轩，我们今天特别讲一件事情。今天为什么刚刚一直讲世刀这件事情？因为里面有中、俄、伊朗，还有一个最关键，古巴。我们之前在讲什么？古巴它可能因为委内瑞拉被端掉之后，它没有油可以用，它在这次伤亡非常非常重，也死了一大堆的人。这次古巴真的是糗到爆炸。不要忘了，古巴以前他的佣兵、他的保镖那多么悍，他们还有什么黑黄蜂部队，一堆人都找着你来保护我，来弄我，结果。这一次全数歼灭都没了。对照我们要帮这个黑黄蜂部队讨回一点颜面，因为这一次呢，马杜罗身边呢被歼灭的那32名就是所谓的黑黄蜂。你仔细看，他们每个人凶神恶煞，而且呢穿着迷彩装的欧罗罗，他们很悍的，非常的强悍。而且他们为什么呢？其实他们原本设计来这个黑黄蜂部队呢，是作为南美洲最尖锐的一只矛，而这只矛就是要插到美国的后院去。你看它是干嘛？俄罗斯、朝鲜。中国，这叫什么？邪恶轴心之大全。他把所有邪恶轴心呢，最我们讲的坚实的力量拿来训练他们，所以他们会中国武术，他们也还会硬气功，他们还会各种柔术，所有的近身战斗呢都在他们身上体现。所以你看哦，这是中国曾经在哔哩哔哩上面呢吹捧他们说抗美斗士，这我没瞎掰吧？他真的说他是抗美用的啊。古巴黑黄蜂特种部队来，第一个，它会高空垂降开枪，也就是呢，从我们讲的建筑物的顶端，你仔细看对，直接这样垂下来。但是我跟你讲，这姿势真的很奇怪，因为通常我们看美军垂降没有这种头落地的啦。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头落地。那与此同时呢，直升机垂降它也会。对，但他们真正厉害，你知道是什么吗？是在于丛林野战。他连越南的丛林野战他都可以弄，他专职的，专职的。以及 Pro 他不是拿来当保镖的，所以马杜罗你用错了啊！人家是在丛林战争里面用的。所以你看包括什么湿地埋伏的训练，什么叫湿地埋伏？我跟各位讲我看那个人看了老半天，我吓坏了。他直接把他整个人插到土里面去，真的，他在土里面挖一个洞，他整个人就插进去。真的，他就插进去，然后呢，就等到我们讲的隐蔽之后呢，再爬出来。这个是个狠人哎。那与此同时，他们也有进行比较正常像这种火箭炮训练啊，甚至包括在暗夜里面呢，要悄悄的去我们讲进行夜袭。但是你看完这些之后，你会发现一件事情，请问一下，这些训练50年前有没有？我跟你讲，50年前就有了。对，就他们还停留在2战那个时期啊，很强，没有错。但就是勾炸，还是讲他爸嘛？中国、俄国、越南、北韩，他们最专业的东西都放到了古巴的专业特种部队上，对啊，所以我现在介绍给你听啊。来，我问你北韩部队，你知道最强悍的是什么吗？是他们的火炮吗？他们的无人机吗？不是，是他们坚定的意志跟他们的肉身。来，这个叫硬气功。等一下。人家是胸口碎大石，他是背部碎大石。硬气功，古巴人就去学会，这是跟北韩学来的，就是我如何呢把我的身体变得像钢铁，跟我的意志一样，然后去抵抗这个美军无情的摧残。再来，他还会什么呢？来，中国人来最喜欢来1层、2层、3层、5层、4层，你知道什么吗？劈瓦，手刀劈瓦片，手刀。所以你看他真的会这些。来，这个你绝对有看过，这是什么？铁丝网。一般特种部队真的包括美军都会训练。也是真的铁丝网，那铁丝网我们是怎么弄呢？我跟你讲，是在底下爬来照，他们跟人家不一样，他们是放在上面。这不要开玩笑，这超痛的。不是，我先问你训练这个要干嘛？这铁丝网我是要训练我不要被敌人交叉网射击到，然后他们的铁丝网是变成烤肉架，就整个人在太阳底下，然后趴在上面，硬气功。它变成什么人肉桥对，然后我想更离奇的来了，就是那他的同伴为什么要踩在他身上？那他有一幕是他直接趴在上面。他同伴直接踩过去，那踩过去呢？同伴要在他身上开枪，那底下的人因为很痛，你知道吗？他就开始一直动，那上面要开枪的也一直动，然后就是一直在那边晃。那我想说，好啦，就是你们觉得这个训练很有用的话，那没关系嘛。但是呢，他们也有实战作为。也就是说，美军这次是攻坚，对不对？来，我跟各位讲来，我把他们战绩先念给你听。1987年、1988年，重创南非军，击毙南非士兵，还有打败坦克200辆。而且在伊索比亚，在1977到1978的时候，他的入侵呢，把失地给收回。但是各位，你如果仔细看完之后，因为那个美军力量一共共年啦，全部它都是第3世界国家，所以为什么我刚才开场讲，我其实都没讲错。我说他是南美洲最尖锐的矛，因为他跟他的对手都第3世界，他在第3世界这个第1名。来，
他这时候呢进行一个实战演练，这个演练就跟这一次马杜罗的场景很相像。你知道他们要干嘛吗？他们要屠戮，就是要屠戮到建筑物里面呢，把人给逮捕。然后他还演了一个情境剧哦，我觉得他们真的非常非常有心，在宣传他们的部队。就是呢，原本有2个我们讲的类似那种坏蛋，坦白讲，我不知道古巴的坏蛋是谁，因为坏蛋的坏蛋我也不知道。把这个镜头往上一攀，就往上一攀之后呢，你会发现一件很怪的事情，来，赵你没看到对不对？对，你知道那是什么吗？什么东西啊？就穿帮了。就是原本他在上面还没有要下来，然后他一只脚不知道为什么放在那边，然后那只脚被人拍到，所以镜头本来往上攀的时候呢，是要假装说没有人，就有脚，赶快收回去，因为穿帮了。然后后来哦，来更离奇的来了，后来他就是站在原本的哨位，然后呢，这时候黑黄蜂部队就从后面悄悄的要屠戮，要从后面呢进行攻击。但坦白讲，我觉得这有够瞎。来，你看哦，你看前面的人，你跟我讲说后面有3个大汉。然后这边晃来晃去，然后前面的好像装作说完全不知道，然后你看哦，悄悄的摸背，我刺，然后他就倒了。我跟你讲，你少来给我这一套。如果真的有3个人在我后面哦，我跟你讲，绝对背脊发凉，不可能完全没有。那最后他说，我就这样呢进去把人质给刚刚有穿帮这个人，他还这个垂降下来了。对，因为他本来是要配合的，他本来应该是要垂降下来，然后一起进攻，但可能脚卡住、鞋带绑到或什么，但最后面还是要跟你讲说黑黄蜂部队。我想说那么强的话，你是不是要趁这个时间点赶快的去美国把谁？把马杜罗给救回来嘛。所以各位啊，当你看完这个之后呢，你会理解一个概念。虽然说我们一直在讲说这个黑黄蜂确实有点过时，但是呢，即便面对现在的中国或者俄罗斯最精锐的部队，恐怕美国也是赢他好几世代。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